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周六在清华大学举行，多国前政要等中外嘉宾500余人以线上线下方式出席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王毅表示，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打破零和博弈的必由之路。王毅在开幕式演讲结束后，还独家接受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追访。谈及中美会否恢复对话时，王毅说：“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中国将继续办好自己的事。”王毅在演讲开篇中表示，我们刚刚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0年奋斗的伟大成就，庄严宣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1个100年目标，昂首迈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100年征程。王毅指出，纵观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冲突和治理困境，追根究底还是在于多边主义的理念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准则没有得到充分尊重。维护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解决当今世界错综复杂问题，有效应对各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正确方向，是打破零和博弈、抵制单边霸凌，真正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安全的必由之路。为此，王毅提出，首先要共同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战，包括开展国际抗疫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处置、铲除恐怖主义根源等。第二，要共同推进全球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包括阿富汗问题、缅甸问题、半岛核问题、巴以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第三，要共同反对一切人为制造分裂对抗的危险做法。王毅强调，今年是冷战结束30年，冷战没有赢家，世界受害弥深。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集团对抗，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干涉内政。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集团对抗。零和博弈是冷战思维，早已不符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普遍期待。推动旨在集团对抗的印太战略，是要打造地缘争夺的小圈子，是冷战思维的复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被扫进垃圾堆。王毅还重申了中方关于香港、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强调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中国，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王毅最后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清华大学的校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宽广胸怀，也十分契合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抱负担当。面对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践行新安全观，与各国一道守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的高级别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事实上，多边主义始终是中国的坚定选择，从未因时因势而改变。1月25号，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主题就是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5月6号，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习近平强调，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今年以来也多次对外强调，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警惕伪多边主义。多边主义不是冠冕堂皇的口号，更不能成为推行单边行径的包装。其中4月23号晚，王毅在北京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还提到，希望美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多边主义的核心还是就是习主席说的那句话，国际上的大事要大家一起商量着办。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推动
这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国际体系变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你不能一些大国，你不能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不能排斥某一些国家私相授受，是吧？那么这个呢，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强调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触及了美国的痛处。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作为金砖伙伴国，非常赞同王毅的相关表述，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才能凝聚全球共识。We are trying to advance our people through this global cooperation and multilateralism. It is only through global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that we can achieve what is the key aspiration of our people to live a better life and have a peaceful world. But it is through finding common points of interest that we can develop global consensus and cooperate for a better world.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玉席萨木表示，中国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China to take a leading role in trying to enhance more cooperation, more collaboration, and more assistance to all countries is something that for Thailand we greatly support and we valu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China can play in promoting multilateralism.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艾哈桑·布哈利法表示，他非常赞同王毅提到的不干涉他国内政重要原则，这应该得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The statement made by Wang Yi also focused on the initiative One Belt One Roa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igeria joined in 2018. Is very important. We think in my country tha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ll countries because this initiative is working to make all countries connected. It's a way that the big economies that can share their prosperity and their development with the other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t's also a way that to connect all the peoples together and to make, to work together for this common destiny. 在论坛开幕式演讲结束后，王毅还接受了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独家采访。这一采访也迅速冲上热搜榜，多家海内外媒体纷纷转载。我想问一个问题，中美高层今年会有接触吗？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这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那您觉得我们中方可以做什么？我们继续办好我们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好，谢谢。实际上，王毅此前也多次回答深圳卫视独家提问。2019年8月初，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9月1号对中国3000亿美元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当时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的王毅就回答了深圳卫视执新闻记者的相关提问。这段问答也成为当日全球媒体追踪的焦点。美国最新的贸易举动，您有什么回应吗？我刚看了一下，加征关税肯定不是解决经贸摩擦的一个建设性的办法，不是个正确的办法。本届世界和平论坛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原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原泰国副总理素拉杰、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等，围绕重振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变化趋势等主题进行了线上演讲。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表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时期对多边主义的破坏让他很生气。美国的那些做法确实是让世界陷入混乱，让多边主义陷入混乱。就像我所说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没有一个国家，不管它多么有资源、多么强大，你也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的问题。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表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取得了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中国发展。最重要的是，大国领导人之间一定要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美国对中国的追赶呢，一直都非常的戒备，尤其在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滞以后，他们对中国就更加戒备了。即便如此，美国现在也无法阻止中国的发展。现在需要具备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大局观的领导能力。重要的是首脑之间的相互信任，
因为在解决这些大问题上，首脑之间开诚布公的对话是必不可缺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中美竞争在所难免，但必须对战略竞争进行管控。美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在不断的增长，竞争在加剧，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绝不希望两国开战，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对于可管理的战略竞争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允许两国在外交政策、经济安全方面进行全面的竞争，而与此同时呢，又有一些相当于政治上的扶手或者护栏一样的东西。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今天上午，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美高层今年会否接触要看美方诚意，中方还是会继续办好自己的事。那对此您怎么看？主持人好，我认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我同事的这番对话传递出3点信息。第一，中美互动是有底线和红线的。正如王毅今天上午所言，我们当然希望恢复对话，但要看美国有没有诚意。这个诚意，王毅在今年4月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频交流时谈得非常清楚，就在于美国能否接受一个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大国和平崛起，是否承认中国人民也有谋求发展、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权利。如果美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意，中国虽然呼吁合作，但也不会刻意回避竞争。如果美国跨过了中国人的底线乃至是红线，中国更会毫不犹豫地予以迎头痛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言，中国人民绝不会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第二，中国与美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无论拜登如何以冷战的传统思路来渲染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中国始终表现出一个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我们呼吁中美合作，不仅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更是基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三，中国要坚持好自己发展的节奏。王毅强调，我们继续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最重要的。事实上，自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是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而就中美竞合而言，办好自己的事，就是要求我们不容许小人胡来，也不随小人起舞。不容许小人胡来，即我之前所讲，要画出底线与红线；不随小人起舞，就是沿着既定的道路，按照自己的节奏向前走。本质上而言，今天中美战略竞合的焦点就是双方各自的发展结果。对于中国，从08年的经济危机到当前的全球疫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出极为耀眼的生命力。只要我们保持自身的发展节奏，不被任何内部或外部势力所打破，历史终将站在我们这一边。而这也是中国人必须要适应的新常态。我们的未来说到底还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中共百年华诞引发的全球关注效应，也让不少海外媒体热议。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理念最本质的不同在哪里？中共百年征程为什么能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欧美国家的发展理念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资本效益最大化，一切向钱看。人的价值是可以用金钱衡量、比较，乃至是做出取舍的。但这种理念不可避免的会对人以及整个社会产生异化。百万富翁是否比一个乞丐更值得享有国家有限的社会服务投入呢？此次疫情期间，西方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化失灵，就是这种异化在真实世界中的全面酝酿与体现。当美国的富裕阶层成群结队地搭乘私人飞机远离城市躲避疫情，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充分的医疗服务时，美国的底层民众就只能在绝望中默默地死去，一死就是6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奉行的是一切向人看。中国的发展理念会去算经济账，但绝不仅仅去算经济账，因为我们从根源上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国民的价值是无法更不应该用金钱去进行比较或者做出取舍。即便受制于客观现实，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发展会出现一时的不平衡、不充分，但这个欠账是不被接受的，也是一定会补上的。这才是姓资姓社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说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唯有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在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的庆祝大会上，人民二字在总书记的讲话中出现了86次。我们也首次听到了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这一响亮的口号。对于震惊于中国发展速度的西方世界而言，这就是一切的答案。但这个答案是资本效益最大化的西方发展逻辑根本无法理解的。我觉得这其中最为讽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切向人看的发展理念，就结果而言，甚至得到了冷冰冰的资本最真挚的认可。中国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上对国民不计成本的投入，虽然是亏本的，但就产生了极为正向的外部经济效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全球对华在岸投资2014年到2020年6年间翻了近6倍。这就是全世界的资本在用脚投票，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模式。这是一种巧合吗？不如说，相较于西方世界的理念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前的历史阶段更为符合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谁为人民抱薪取暖，谁为人民披荆斩棘，人民就会让谁繁荣昌盛，生生不息。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在中国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不少外国领导人和政党也以致贺电函、在社交媒体发声等各种方式与中国共同庆祝这一荣耀时刻。韩国日报就用“朋友遍天下”形容中国共产党收到1300多封外国政党和领导人贺电函的盛况。在所有祝福当中，俄罗斯方面可谓是别出心裁。俄驻华大使馆联合该国国宝级艺术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用中文演唱《七律长征》，为中国共产党庆生，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称赞好感动，走心了。俄新社周四报道称，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公布了总统普京致习近平总书记的贺电。普京对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表示诚挚的祝贺。他说，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等领域取得巨大新成就，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应对当代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周一下午，普京在与习近平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就已经向中国共产党100年华诞表示祝贺。И, пользуяс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ю, хотел бы лично поздравить вас, вы сейчас тоже об этом сказали, с еще одной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ой датой, столетием осн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此外，俄罗斯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专门用中文录制视频，表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00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我仅代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对友好的中国人民和广大的中共党员们表示祝贺。杰尼索夫是中国的老朋友，自1969年开始学习中文以来，他和中国文化结缘超过半个世纪。在华多年，杰尼索夫走过许多地方，亲身经历了中国的巨大变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2019年，杰尼索夫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空前，经济实现快速稳定增长，而这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Когда я приехал в Китай, то показателем высокого уровня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было, как тогда говорили, я не помню, как это по-китайски, 3 крутящихся и 1 говорящий. Имеется в виду велосипед, часы, швейная машинка и радио. Ну, а сегодня уже 1 или даже 2 автомобиля в семье – это не редкость во многих городах Китая. И, конечно, очень важно то, что реформ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принесла свои плоды буквально
值得一提的是，俄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还发布该国国宝级艺术团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用中文演唱《七律长征》的视频，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伴随着激昂的音乐，歌舞团齐声高唱，气势磅礴。深圳卫视注意到，短短2分多钟的视频制作精良，特别设置多个机位进行拍摄。俄罗斯方面别出心裁为中共庆生的方式引发网友热议，纷纷称赞好感动，走心了。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成立于1928年，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级别最高的军旅艺术团体，也是唯一随普京出访世界各国真正展现俄罗斯民族璀璨艺术精华的国宝级军队歌舞团。而早在1952年11月，该团就以一行250多人的强大阵容首次来华演出，在中南海怀仁堂为新中国第1代领导人专门用中文表演了歌舞《东方红》《2月里来》等。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最近一次来华演出是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俄建交70周年。至今，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已11度访华，7度登上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多次受到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情缘。除俄罗斯之外，其他国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共建党100年表示祝贺。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周四向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以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和同志般的亲切问候。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当天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称，朝鲜人民衷心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取得辉煌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以色列驻华使馆在微博上发文表示，向中国人民致以最衷心的祝贺。伊朗外长扎里夫用中文发推说：“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此外，多国人士由衷赞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正在北京参加世界和平论坛的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The CPC has been very good in working with the people because as a revolutionary party, you can only succeed if you have got a backing of the people. The CPC has been rooted in the people in whatever they do. They've been doing whatever they promise wholeheartedly. 谢胜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中国独有，同时也引发全球关注的道路。As we have heard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we were celebrating the centenary a few days ago, announce that they've achieved what they've set themselves as a centenary goal, which proves that the CPC has got the capacity to lead, has got the mechanism and the governance models which are working for them in their own system, improve their system of governance so that they can ensure the well-being of their people. That's why today they've grown their country to be the second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这里是位于九龙湾畔的香港启德机场的旧址。1998年赤辣椒机场落成之后，启德机场同时关闭，而这一块地方则变身为如今的邮轮码头。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曾是香港最大的一块平地。1925年便有了首次飞行记录。这一座机场和中国共产党渊源颇深。1944年，东江纵队港9大队冒死在这附近营救了美国飞虎队第32战斗机大队第3中队的唐纳德·科尔中尉。1955年4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炸弹暗杀周恩来总理未遂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也是从这里起飞。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两杭起义。准确地说，两杭起义是一连串起义事件的总称。
1949年11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原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怡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飞行员驾驶总共12架飞机飞抵北京和天津，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毛泽东致电祝贺起义成功，赞扬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再有约1300名两航的技术、地勤等人员携带大批航空器材、工具、设备和部分飞机零部件，经由深圳罗湖海关返回内地，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人才及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依此组建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周恩来后来表示，两航起义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起义后，两航在香港启德机场的机库中还留有71架飞机，都是当时最新款的飞机，这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第一场法律较量。起义后近1个月，美国一家公司在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授意下，火速购买了这批飞机，并向港英时期的香港最高法院上诉，要求扣押这批飞机及运至美国。1950年1月，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最高法院判决指出，根据主权豁免原则，这71架飞机的产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判决作出后仅40天，国民党派特务用定时炸弹炸毁其中7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英国加入了联合国军一方，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则直接推翻了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1952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将这批飞机判给美国公司，但这家美国公司认定这批飞机已经无法适用于飞行，在运回洛杉矶后将其拆解为零件出售。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其实担心的是这批飞机或用于跨台湾海峡的战事。沧海桑田，曾经的启德机场跑道已经活化为如今的跑道公园。而说回历史，英国政府强行推翻香港高等法院的判决，插手中美之间的首次法律战争，违反主权豁免的原则，显示港英时期的香港毫无司法独立可言。而两航起义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场人心向背的较量，有2000多人通电起义，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受两航起义的感召，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9个机构相继起义。必须要说的是，当时国民党将两航的主力放在香港，有向内地投放物资、寻衅滋事的企图心。但是输了这场人心向背的较量，就真的是满盘皆输。全世界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两航起义之后，局势渐趋稳定，香港启德机场也趁势拉开了腾飞的大幕。1996年，仅有一条跑道的启德机场接待了2950万旅客，超负荷约1200万人次。同时，启德机场附近地形复杂，飞机在降落时要在高楼大厦间急转弯47度才能降落，起飞时则需要边爬升边转弯，以免撞上狮子山，是业界公认的全球最危险机场之一。1998年7月5日晚，启德机场结束73年的运营，香港民航业转场至赤腊角机场，也就是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香港国际机场运营。然而在转场首日便出现严重混乱，当时航站楼发生大面积电脑故障，旅客找不到值机柜台及登机口，大量行李丢失，航站楼多次停水停电，货运服务更一度临近中断，直接损失近100亿港元。当时立法会的报告估计，这场混乱导致香港当年 GDP 增长率下跌 0.1%。美国评级机构穆迪也威胁要调低香港的信用评级。香港报纸在头版刊出了“救救机场，救救香港”8个大字。1998年7月13日下午，香港国际机场的混乱已经持续1周。时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国务院港澳办发函，希望借用深圳机场。这是香港特区政府第一次请求中央支援。陈佐洱回忆，国务院港澳办收到香港特区政府的请求后，特事特办。第2天，多名部长表态，为救香港机场，一切没问题。这个里面有出入境的问题，有这个通关，还有呢这个机组人员他们要入境、要离境的问题、休息的问题、飞机的维修问题、飞机维修的零件，从香港来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世界民航史上，从未有过跨越边境的一座机场全力以赴用作另一座机场的备份。更何况，当时的深圳机场处于正常运营状态，调度的难度可想而知。迎宾馆的这个会议室里面灯火通明，
公安对公安，海关对海关，民航对民航，交通对交通。到早上5点钟左右，已经基本上落实了这个救困的方案。皇岗口岸入境以后，香港的货物40分钟要到达黄田机场，装上飞机，还准备了200个武警，机场的武警，换上工人的服装，负责这些飞机的装和卸，确保这个香港的货物万无一失。中央及时出手，深圳迅速顶上。香港国际机场最终在开航1个月后恢复正常运作。香港的民航业再次进入大发展时期。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点从1998年的120个扩张到目前超过220个，客运能力从2000多万猛增至7470万，货运量从约150万吨增至510万吨，飞机起降多达42.7万次。多年来，国际民航组织多次将香港国际机场评为全球最佳机场。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发函邀请中国参加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技术工作组。中国一贯反对日本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将超过130万立方米核污水一排了之，严重污染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在中方参与强力施压后，日本政府会否悬崖勒马，打算强排福岛核污水做法能否被推翻？罗有志、赵宗九在线分析。在中国、韩国等利益攸关方的强烈呼吁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发函邀请中国参加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技术工作组。中国一贯反对日本以不负责任的态度将超过130万立方米核污水一排了之，严重污染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那么，在中方的参与下，日本政府是否能悬崖勒马呢？来看分析。在周六的第9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污染水处置事关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各国人民生命健康，这一问题的处理应当也必须在阳光下运行。日本政府应当充分倾听国际社会合理关切，在同利益攸关方和国际机构协商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向太平洋排放核污水。今年是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80周年，希望日方认真反省历史，做出负责任的选择。此前一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透露，经中国、韩国等利益攸关方多次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正积极筹建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技术工作组。日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已发函邀请中国专家参加工作组。中方将全力支持工作组的后续工作，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充分听取利益攸关方的意见，确保工作组发挥应有的作用，实现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技术评估和监督。这个表态有3点值得关注：一是日本排放核污染水不是日本一家自己的事儿，而是要考虑到邻国周边的切身利益；二是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应该信息公开透明，把自己应该的责任不能转嫁到世界，全人类。第三的话，国际社会要对日本进行核污染水的这种排放进行技术评估和监督。今年4月13号，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将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1核电站的核污水，全球舆论哗然。中国和韩国对日方意图将太平洋当成自家排水沟的自私做法表示抗议，并向国际社会表达反对意见。最终，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采纳意见，否定了日本原本打算单方面强行排放核污水的做法，宣布成立国际联合技术工作小组，以国际多边的方式来处理福岛核污水事件，并邀请中国和韩国等国派专家参与小组工作。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发函邀请中国与韩国专家参加日本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处置问题技术工作组一事，您作何解读？我觉得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件事情算是做对了。大家知道，对于福岛核事故污染水的处理，日本方面本来可以有包括地层注入、排入海洋、蒸汽释放、
氢气释放和地下掩埋等5种处理方法。然而，最终日方却选择了将其直接排放入海。日本这样做没有别的原因，一是因为直接排放入海耗时最短，花费最少；二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处理，其后果要由日本的子孙后代来承担，而直接排放入海，则可以让全世界来共同承担。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面对这样一种行为，我们再来看看那些西方国家做了些什么。经常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一方面为了防止核污染继续禁止日本的大米和的鱼类产品，另外一方面又为日本排放核废水这件事情打气背书，说日本的做法符合相关国际规定。美国这样做显然是在袒护日本，甚至不排除拜登政府是在以此跟日方做战略利益上的交换，也就是以支持日本向海洋排放核废水的方式，来换取日本同意跟美国联手应对中国，尤其是换取日本同意军事介入台海局势。而一直高举环保主义大旗的欧洲国家，也因为地处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边上，而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另外，全球其他国家这要不没有能力监督这件事情，要不就是因为怕得罪日本而选择了沉默。这个也就意味着，放眼全球范围内，坚决反对日本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的国家只有2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韩国。中国坚决反对，一是因为与日本同属一语的中国有可能会是这件事情的直接受害国，也是最大的受害国。为了维护14亿国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中国必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二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必须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带头来发声。也就是说，在这个事实上，只有中国，或许还有韩国，是最有意愿、最有决心，也有能力去监督这件事情的国家。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这件事情，只有过得了中国的法眼，才能够避免给人类带来永久的污染与伤害。所以，国际原子能机构算是做对了。那为什么日本会如此忌惮中国方面对其排放福岛核废水问题的监督呢？我认为中国反对日本向太平洋倾倒福岛核废水，这里面首先涉及的当然是环保与国际正义问题，但除此之外，这背后也涉及到了中日2个大国之间的博弈问题。我们知道，近年来日本紧紧跟在美国后面挤兑中国，包括构建所谓的自由环龙亚洲之弧，以及印太战略，打的是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牌，开辟的却是人权战场，也就是以所谓的反对侵犯人权为名义，跟在美国后面介入中国的新疆与香港事务。同时，二战后的日本，一方面拒绝承认二战时的侵略行径，更拒绝为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道歉；另外一方面，又小心翼翼地在国际上构建自己所谓的科学、严谨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还处心积虑地以所谓侵犯人权为由，打击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中国在环保政场上向日本发起反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开日本身上笼罩着的虚伪面纱。而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毫无原则的偏袒了日本，因此中国在环保政场上向日本发起反击，也是在以攻击为首，反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真正的受害国并不是只有中国与韩国这2个国家，而是包括太平洋沿岸以及太平洋上的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被海洋重重包围的依赖海洋为生的岛国，其中当然也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对日本向太平洋排放核废水，是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是能够赢得绝大多数太平洋沿岸国家以及太平洋上的国家的支持与认同的。
因此啊，中国应该站出来牵个头，召集这些国家共同组成一个反对日本向太平洋倾倒核废水的国家联盟，以抗衡日本在印太地区抱团应对中国的做法。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